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儿的网站频道。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主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新手建站的时候，那么我们用 WordPress 建站 ，WordPress 的后台它有一些什么功能？那这些功能怎么用啊？今天小鱼儿用一期视频来给大家讲明白。如果你对建站也感兴趣想要自己建站啦，那么如果说你对建站感兴趣，想要自己搭建一个网站，记得订阅小鱼儿的频道。在开始建站之前呢，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一个主机因为我们建站是必备的一款主机。那么你有了这个主机呢，你才能够在这个上面去搭建网站如果说你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一个主机服务器推荐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款主机提供商它的名字呢叫 Hostinger。那小鱼儿的网站呢都是基于这个 Hostinger 搭建的都是用的 Hostinger 的一个主机。我搭建了很多电商独立站搭建了购物网站搭建了一些按需打印的一些网站我都是使用这个 Hostinger 搭建的。Hostinger 这里我就不过多的介绍大家知道它是一个老牌的一个品牌提供商服务器提供商。现在很多朋友，特别是起步的朋友呢，都在用它因为它性价比很高，并且它可以支持支付宝付款。进来的朋友，英文不好的朋友可以点击右上角这里有语言我们直接把它切换成中文。那么如果说你购买 Hostinger 的主机呢，购买1年以上，它还赠送你1年的域名。那我们有了主机提供商，有了域名，那我们就可以去搭建网站。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购买这个 Hostinger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我们直接点击这里有一个定价。进来之后呢，我们鼠标直接往下拉，可以看到它这里呢有一个24小时全天候的一个支持，并且呢有一个30天的退款保障30天之内呢你随时可以取消。那目前为止呢，它提供了3个套餐。那上面大家看到的它显示的这个是人民币18.99元因为我把它切换到了中国中文呢，这里显示的是一个人民币这里有3个套餐第一个套餐可以看到是一个最基础的第二个是标准的，第三个是一个高级的一个套餐。第一个我们就直接不考虑因为它是这里是每周备份的这种，对我们建站的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你的资料丢失的话，可能你就找不回来了。我们需要的是每日备份、按需备份，防止任何数据的丢失所以呢，我们可以从中间这个来考虑，或者后面这个。那这2个套餐呢，我这儿也给大家做个对比大家心里也可以知道自己该用哪一个。中间这个呢，它是24.99元一个月它最多可以创建50个网站，它有50GB 的一个NVMe 的一个储存。那每个网站有5个邮箱，可以免费使用1年。如果说你只是想要来尝试一下的话，那你可以考虑使用中间这个网站。那如果说你想要稳定长期下去的话，建议大家选择最后的高级套餐虽然说贵了一点但是它里面可以看到比它多一半可以在这里面搭建100个网站，并且呢它有100GB 的一个储存这里只有50，那多了一半的一个空间一半的网站，并且它这里可以看到了它是有一个专属 IP 地址的一个提供它是非常稳定的。中间这个套餐呢，它其实是一个共享的一个 IP 地址这个是最大的不同之处它是专属的 IP， 任何外界它都不会影响到你的网站，但这个不一样它是共享的就是别人发生了问题，那么你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如果想要长期稳定你要大家建站肯定是长期建的如果说你的资金预算也是充足的话，那么你可以考虑后面这个。那我们直接点击这里选择套餐也可以进来看一下怎么样去购买。接下来就是考虑到一个购买的时长可以看到1个月呢，它是1个月要204买的越久越便宜买48个月每个月下来只需要54.99一个月。并且呢，你买上1年以上呢，它是有送1年的免费域名使用权，还有额外再加3个月的一个免费托管，就相当于你拥有了51个月。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看建议大家至少是购买1年以上如果说是你长期想要稳定建站，那么就直接选择48个月就对了。也不用担心有任何问题，这里有说的30天退款保障，你使用过程当中你觉得不满意了，就可以直接30天之内呢就可以直接去选择退款。好，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点击这里继续去付款，国家填一下你的相关信息，点一个继续。
好，接下来你可以看一下这里订单摘要哈，它里面48个月，一共是2000多块钱，有每日备份，额外赠送你3个月，还有1年的域名使用权，还有域名的一个隐私保护哈。总计就是2000多块钱。这里下面选择一个付款方式哈，这里你可以选择支付宝，可以选择 PayPal， 也可以选择信用卡。那么这下面你甚至还可以用比特币来付款，这样我们就直接选择支付宝啊，去提交你的订单。好，这里点一个继续。这里直接去拿出你的手机，打开支付宝去扫码支付就可以了啊。它这里会直接把它兑换成人民币哈，我们去用支付宝去付人民币就可以了。付款完成之后呢，它会往你的邮箱发送一些信息啊，比如说啊，你买了1年以上啊，它会给你一个免费的一个域名哈，域名我们直接去申请就行啊，到时候不用付款。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点击回到首页。这里 Hostinger 的一个购买链接哈，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大家可以打开视频描述栏和评论置顶区呢，都能找到 Hostinger 的链接哈。建议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想要建站，首先熟悉啊，我们先要熟悉它后台的一些功能，那我们才能去合理利用好这些功能去建站。好，登录，直接点击这里我的账户。那输入你注册的一个邮箱和密码，直接去进行登录。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来到了 Hostinger 的后台。那其实这里它也是比较简洁的哈，左边是功能，有些什么功能，右边就是一些展示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现在点击网站列表。那么我们所搭建的所有网站，它都会在中间这个位置。你想删除，随时可以点击这里删除。想要连接域名啊，你可以点击这里去连接你的域名啊。前期你可能用的是一个临时的，后面当你的自己的域名下来，你就可以去连接到你自己的域名。那不需要就可以删除啊，你的所有网站都在这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带大家去到后台看一下。我们这里点击添加网站，点击使用 WordPress 建站。好，接下来在这里输入管理员的邮箱、密码，这语言哈，这个是后台的语言，你点击这个倒三角，可以选择你国家的一个主流国家的语言，这儿几乎都有。好了，接下来呢，输入好你的管理员密码，点击下一步。那么这里你需要用什么去建站？这儿我们就点创建空白网站。那么这里就是需要域名，你购买了1年的主机的话，它会送你域名哈，到时候啊，你可以在这里直接输入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域名啊，比如说像这个 Hostinger.com， 那么这前面是 Hostinger， 那你想要什么样的域名，你可以输入到这里跳出来那这里它会显示是免费，你直接去点击使用就可以了啊。没有的朋友也别着急，我们可以先选用这个使用临时域名。接下来可以看它就正在安装 WordPress， 这里稍等个2分钟。那么这里 WordPress 就安装好了，直接带我们来到后台。那这个呢，我们这里直接点击下面的仪表盘。好，那我们就正式来到了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啊，就是我们建站的地方。那这个仪表盘里面显示的这些东西呢，就是一些广告哈。你可以选择把它不显示，比如说我们点击上面这个右上角的显示选项，因为它在这个里面会占我们的一些空间哈，我们把这些勾给它去掉啊，让我们的后台保持干净，点击显示选项给它收回去。那现在哈，这个就是我们仪表盘。接下来呢，就来重点给大家讲一下 WordPress 后台建站需要的用到的一些功能啊，在左边这边。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哈，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呢，也可以在描述栏给我留言哈，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文章，那这里你可以直接点击进来。文章啊，可以看到这里面我们发表的所有文章呢，在这个里面你都能看到啊。如果说你做的是博客网站啊，比如说你是搞设计的哈，你会写一些跟设计相关的一些文章，放在你的网站里面呢，可以吸引来一些免费的流量。那其实啊，这个文章哈，不管你做什么网站，你都可以写与你的网站相关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啊，全部都是在这个后台啊，可以看到在这里你可以添加文章。那下面这个是已经写好的啊，这个是WordPress里面它自带的一篇文章啊，已经写好的一篇文章。这里你可以点击这里来添加文章。好，接下来可以看到这儿它有一个编辑器哈，那么我们把这个叉直接给它关掉。那这里就是文章，文章你可以这样写一个标题。这儿比如说我这篇文章是跟衣服穿搭相关的哈，那么我这里就直接输入一个衣服穿搭。好，接下来呢，点击一个发布。右上角这里再点一个发布，
那关于衣服穿搭方面的，你就可以写一些相关的哈，比如说这儿啊，你自己不会写，其实现在都不用自己写哈，现在 AI 都能帮我们来搞定。这儿呢，我用的是 GPT-5，如果说你没有 GPT 的朋友呢，可以在描述栏找到有购买链接。那么这里我就直接问他衣服穿搭，帮我写一篇衣服穿搭的博客文章，点击发送。那这里他会问你，你想写哪个方面的哈？比如说今年秋天最值得入手的5件外套啊，你可以选一个。好，这里直接复制一下啊，把它输入到这个下面啊。这个文章呢，你可以再去把它润色一下哈，该填图片啊，这边有一个加号。左上角啊，这里面很多功能啊，你想要加图片、加封面、加视频、加按钮，这些完全没有的问题啊。这边功能很齐，这边好，那这里我们点击一个保存，接下来点左边的 W。那么我这里一篇啊，可以看到就有一篇这个衣服的穿搭。那你可以选择编辑，你可以选择移回啊，不想要了就把它移回移至回收站。这个呢，就是我们日常拿来写一些文章的地方哈。那么文章里面还有一个分类目录啊，就是给你的文章来进行一个分类。比如说这个分类就是日常穿搭灵感类，好，这里添加一个分类。当然啊，下面的文章里面还有一个标签，比如说这个衣服穿搭它是属于哪一类哈？比如说它是属于服装，好，添加标签。那如果说你还有裤子什么的哈，那你可以选择夏装啊、裙装等等。那啊，这个就是文章。你可以给你的文章分类啊，也可以给你的文章贴个标签。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这里有一个媒体，那媒体里面它有个媒体库，有一个添加媒体，我们先点一下这个媒体。那么这个媒体是做什么的呢？你后期你的所有的图片、视频啊，它全部都会保存在这个媒体里面。你可以通过日期来查找，你也可以可以在这上面筛选，比如说有图片、有音频、视频、文档这些等等。那怎么样去添加媒体？上面这里有个添加媒体文件，点一下它啊，这儿你可以去把文件可以拖拽进来，点击选择文件。比如说在我上传一张文件进来，那后期你的网站需要用到所有的一些图片呢，你都可以提前把它放在你的媒体库里面。鼠标再往下滑哈，这里是一个页面，我们点进来看一下。那这个页面是什么页面呢？所谓我们搭建一个网站，它肯定是不止一个页面。比如说就用这个 Hostinger 来举例啊，它有定价的页面，它有服务页面，它有支持页面等等，它有好几个页面。那我们平时建站同样你会如果说你是做的常规的一些网站哈，比如说有关于我们页面、联系我们的页面还有服务页面，还有什么预约页面等等还有首页。每一个网站呢，它都是由好多个页面组成的。就像这个空中有会它是一家跨境收款全球收款的一个 APP。那它里面的页面你也可以看到，它有产品页面，有解决问题页面，有定价页面，有开发者页面，有公司页面。每一个网站它都有很多个页面组成当然也有单一页面的。那视频看到这里如果说你最近也正在寻找一个好用的收款 APP 想要实现一个全球收款想要收多币种的朋友做跨境电商的朋友或者说你正在创业你的员工或者你公司呢遍布全球，那么你也可以考虑使用这个空中有会这个平台来进行收款。那你也可以直接把这个空中有会连接到你的 Shopify 或者说你的独立站。相关链接我都会把它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那目前为止这个也是系统自带的一个页面你也可以选择编辑，也可以选择移至回收站。如果说你想要添加新的页面，上面这里就直接有一个添加页面。那这儿比如说我们加一个关于我们页面，直接点击发布，再点发布你去完善它的内容就可以了。好，我们点 W 回到后台，这个就是添加页面。那关于我们的页面呢就已经添加好了。你想要什么样的页面，那么你可以在这儿直接来添加，也可以在这里来删除这里有个批量操作你也可以批量移至回收站。好，接下来就是一个评论。目前因为我们这个网站还没有上线目前它里面是没有评论的。如果说你后期你的网站已经运营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些相关的评论你可以来管理你的一个评论你也可以选择批量操作也可以批准也可以删除，也可以移至回收站。
那接着往下呢，这里是一个外观，其实外观我们的主题，我们网站的首页。那么这个外观里面哈，这个 WordPress 里面它自带非常多的一些主题，比如说我们点击这里添加主题，首先你可以看到这里它是最热门的一些主题啊 ，Hello 啊，或者非常多这些主题，有的主题其实是使用的人很多哈。那么你想要什么样的主题，直接在下面来查找就可以了。如果说你知道名字的话，你可以直接在右边这里去搜索，比如说这个啊，我一搜哈，它就直接会跳出来。好，那这里就是我刚才找的这个。那这个主题里面啊，你可以，那如果说在这个里面你没有你想要的主题，或者说比如说你去用了其他的主题啊，就像小鱼儿说的，比如说你用了Diver，它是一些现成的一个现成模板、现成的主题，各种各样的都有。你想要单页面的也有，你想要整个网站所有页面的一些模板都有。那么用 Diver 其实非常的方便哈，因为模板套上了，你直接改内容就好了。感兴趣的伙伴呢，你也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这期视频。就像你要使用一些 Diver 的一些模板，你可以直接去点击上传主题，去把你的主题哈，之前你下载好的主题把它上传进来就可以了。好，鼠标往下来，这里是插件。那么这个插件呢，它就相当于我们手机里面的 APP 一样的啊。如果说你的手机里面没有 APP， 那么你就是一个空口手机哈，你的手机就是一个空壳手机，就只能打电话、接电话，你发不了微信哈，你也玩不了啊。支付宝这些就相当于是添加在我们手机里面的插件。同样，我们做网站，你想要实现各种各样的一些功能，那我们就需要去安装插件。好，这里面是生成之后呢，它给我们自动的一些插件，比如说我们不要点击这里啊，勾一下，点这个批量操作，点删除，点一个应用，直接点一个确定，不需要的你就删除就可以了啊。这里你也可以去选择添加插件，点击这个左上角。为什么 WordPress 啊？其实80%啊，世界上很多人都在用这个 WordPress 建站。为什么会使用它？就是因为它里面的插件非常的丰富，就像我们的手机里面一样，各种各样的一些 APP 非常的多。如果说没有你的手机里面什么功能都没有，那么你肯定你也不会去用它啊。这个 WordPress 也是一样的哈，它里面各种插件都有。你想实现什么样的功能，那么你就去安装什么样的插件。比如说像这个反垃圾邮件，我们现在其实发邮件，你能收到很多的一些垃圾邮件。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插件的话，你的垃圾邮件很多。如果说有了这个插件，它会屏蔽掉这些垃圾邮件。这个邮件其实对我们做如果说你是做销售这方面，做电商啊，做服装这方面，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排除掉这些垃圾邮件啊，留下一些好的邮件。那如果说你想要做一个邮件营销哈，大家知道，其实在国外邮件营销是非常火的啊。如果说你的邮箱很多，那么你就相当于拥有了一个小金库。这里对邮件营销感兴趣的伙伴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这期教程哈，就是一个自动化邮件营销的课程。这里是一个安全备份的一个插件。如果说你想要你的安全想要你的 WordPress 里面的什么都很安全，这就是可以借助这个工具来实现。那这里还有健康检查与故障排除。那我们再看一下它里面还有一些热门的一些插件，各种插件可以看到什么安全备份的什么导入工具的小工具自定义它里面的功能插件非常的多这里面插件非常多。你如果说你去找的话，你可能太多了不好找，你可以直接知道名字的情况下你直接比如说我搜这个 Elementor 就直接去搜 Elementor 你知道名字你就直接去搜，就非常的好搜。同样呢，同理你也可以去上传插件。如果说你从其他平台已经下载了一些插件就可以直接点击这个去上传你的插件，把你的插件直接导入进来这个就是一个安装插件。下面这里还有一个已安装插件。好，这个插件就讲到这里了。接下来是一个用户。那么在用户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个人资料。好，下面就是一个个人资料。个人资料里面它的功能就比较多首先就是我们后台的一个颜色，比如说我不喜欢这个黑白框的，我要换一个亮色一点的。那你可以看到，那我就这里换成白色的，然后我想再换成一个这个蓝色的，可以看到这边就变成了蓝色的框了。看一下我想变成这种红色的，那么可以看这里就变成红色这就是管理界面配色方案。你想要什么颜色你就可以搭配什么颜色。
下面是一个快捷键啊，这里你这个可以不用去管它。工具栏这个在浏览站点时显示工具栏，那么这里需要就勾选。接下来就是站点语言，就是你的后台想要什么样的语言，你可以直接到这个用户里面，到语言里面来选择。这里可以看到站点默认它就是一个简体中文。好，有一个显示名称用户名，这里就是你的一个邮箱号、你的昵称，还有公开显示为什么这儿你可以都给它写下来。下面是你的邮箱，还有你这个网站的网址，这儿都有。再往下呢，这里要个人的说明你可填也可以不填。那下面就是你的头像，还有你可以设置你的新密码。设置好之后，直接点击更新个人资料。接下来这一栏呢，就是一个工具，工具里面就多了有可用工具，还有可以导入也可以导出，有站点健康，有转出个人数据，还有导出个人数据，有排除个人数据插件文件编辑器这儿带大家看一下工具里面可以看到它这个里面很多能用上的，有的也用不上。好，接下来是一个设置，设置里面呢，我们很多后台相关的一些设置，比如说我们先点一个常规。常规里面就是首先我们要设置站点的一个标题你这个站点叫什么标题？比如说我这里小鱼儿女装，你副标题可写可不写，还有站点标题你可以添加一个进来。好，这个网址的话我们一般不要去动它。这里就是管理员的一个邮箱地址这儿你可以来改一下。那成员资格前期这里就先不要去勾选它。好，默认这个角色这里一般新用户他都是一个订阅者你不要去把它选成什么管理员，那么一旦选错就后果不堪设想。好，接下来是一个站点的一个语言比如说你来自哪个国家呢，你就可以选择哪个国家的语言。这儿我们点击这里有个倒三角主流国家的语言，可以看到这里面基本上有很多国家的语言都有你可以找到你国家的语言比如说这儿我就用的这个是简体中文。时区这里你可以设置一下日期格式这儿你可以设置一下，还有时间格式。这里就是我们相关的一些设置。好了之后点击一个保存更改。好，接下来这里有一个撰写你可以看一下撰写的一些设置默认文章的分类这些这个其实不常用我们再看一下一个阅读。阅读的话，你的主页显示，就是说你的主页要怎么样显示？一般情况下呢，我们的主页都是会选择你选择这里，因为我还没有搭建一个首页一般都会选择首页。那主页显示都是显示的我们的首页我们的你建好之后呢，你可以在这里来把它设置一下。博客页面最多显示多少篇文章，这里你可以改。好，改好之后你就点一个保存更改。接下来呢，这里有一个讨论。讨论设置里面有默认文章的设置这些你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尝试通知文章中链接的博客，允许其他博客发链接通知，允许他人在这个新文章上发表评论。前期像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先关掉因为前期你没有什么流量，如果说人家给了不好的评论，那么也不太好。你可以先等上一段时间，等你的评论多了，你再来把它打开。好，这里你评论者必须填入名字和邮箱，那这个可以有，我们可以留下他的邮箱。那文章发布多少天后关闭评论这里你可以看一下。好，下面这些基本上也是不常用的好，接下来是一个媒体，那就是你一个缩略图你的图片的一些大小、高度、尺寸，这也可以看一下。好，接下来是一个固定链接，固定链接一般情况下是会选择文章名这里尽量呢不要去动它。再往下就是一个隐私这个基本上也不用去动它。好，这个呢就是后台的所有的一些功能大家视频看到这里，那么你们对这个功能有了解了吗？用的更多的其实我们用的更多的就是一个外观还有一个插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页面。那文章呢，有的人可能也会用到，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设置。这个就是我们后台的整个功能。熟悉了这些功能之后呢，后期我们其实建站也非常的简单我们无非就是去套用一些模板比如说像这里面的一些主题模板，直接去启用这些模板，再去在里面添加一些相应的页面，最后来再添加一下我们，比如说你是做一些销售方面的在线商店方面的去添加一些我们的一些付款方式。接下来呢就是建站那怎么样建站这个问题建站其实也是一个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一定的时间。
新手朋友第一次建站哈，建议大家呢可以来搜索小鱼儿的这期视频3小时的教程哈，非常详细的一期入门建站的一些教程哈，教会你去认识到 Hostinger 啊，教你去认识到我们的一个网站构建器里面的每一个模块哈，让你知道那每一个模块是怎么样搭建的。那建议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这期视频哈，相关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的右上角。那么想要更快速的建站的朋友呢，你也可以使用 AI， 比如说这个搜来建站啊，它可以直接根据提示生成网站，并且还可以去克隆一些现成好看漂亮的网站，完全不需要你有任何的一个技术啊。这里有兴趣的伙伴可以来看我的这期视频，你也可以选择使用这个 Hostinger 的 AI 来建站。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给我留言，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拜拜。